这是一段非常罕见的画面。拉卜楞寺佛殿的内部通常是不允许拍摄的，而这一次是在讲解过程中偶然留下的记录。本系列共3集，这是第1集，开放给所有的观众。如果你想看完整的内容，请点击加入会员。欢迎来到乐游中国，今天将要带你参观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6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讲解处也没上班吗？讲解处没上班吗？你们几个人？3个人。3个人。啊，走吧，跟着我走。好，谢谢。好。哦，你们这边谁支付？啊？谁支付？多少钱？1张40。好。来，付钱，140，120元。对，我会算账了。洗手间在哪呢？洗手间的话在那边。哦，咱们先去听讲解。好。路上有洗手间吗？路上的话有。好。对啊，人家带我们讲解呀，要不然你有看不懂。没有车带的。你想多了。这里面没有吗？里面是有吧，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高级。但是它这个图案最主要我们讲的是中老暗幼啊，所以说这边有大象、猴子、兔子，最上面一种鸟。因为我们年龄也好，体型也好，按照分上去的，因为它最年长的是鸟，最年轻的就这个大象啊，这4个为主啊，这4个为主啊。好，这边的话，你们想拍的可以拍一下啊，皇帝亲笔御题的原版的啊。门口可以拍一下，当然进店后把这些设备全都要关掉了啊。哦，店里面就不让拍照了。好的。对话，这位，对话，狂欢。这就是我们讲解员。然后还有写。红色衣服的。直线。C 那里啊 ，C， C B， 那过C 不是你不要再去那个。那 C 是不能的， B 是不能的，我是个原子跑呢。
然后灯把做什么？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参观的二宗佛殿的话，就是我们拉卜楞寺修建的文殊佛殿。我们像这种佛殿就是比较短一点，由本寺第四达蒙仓活佛修建，19世纪1928年建的。现在大概也有90多年历史左右。当然，殿里面最主要供放的主供佛呢，就是我们这文殊菩萨。那像这供放的这尊文殊也是一样，大约高7米，坐在莲花宝座上，坐着呢也是个家趺座啊。整尊佛像也是铜制鎏金的。当然，最主要的就是这尊佛像以前是40阿曼仓活佛就是从内蒙古引请到本寺供放的。但是现在用藏区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它文殊菩萨有5种文殊菩萨。我们每个殿里面供的这些文殊菩萨的造型也好手势也好，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文殊是整个内地和外地这边就是信佛的4大菩萨之一。4大菩萨就包括有普贤菩萨、观音、地藏、文殊。当然其中我们文殊菩萨就是我们展示着智慧第一所以就说文殊是有智慧的。像它的右手边呢，就是供有个宝剑代表着斩断一切轮回之苦，这根本无明，消除无明之类的。那像它的左边，在文殊菩萨的肩膀上，耳朵旁边呢就是横放一把黄色的经书，那就是说的是我们这500多年前的般若经原版的。右边的是宝剑左边呢就是我们这个经书。拿下来就是向正前方佛龛中供放至尊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前面那张地图给你讲的是12岁太子等身像，那这儿供放的是12岁等身像的尊佛像。右边供桌上供放至尊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讲的格鲁派的祖师叫宗喀巴大师，头上戴的是黄帽子，所以平时我们讲的是黄教派。当然，这位大师的法名叫罗桑扎巴，他呢是1357年出生在青海牧民家庭，1409年就创立了我们这格鲁派大师也是1419年是圆寂的。当然，现在整个格鲁派当中最著名的就是有6个寺院，就是平时我们讲的有西藏拉萨那边的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日喀则扎什伦卜寺，青海的塔尔寺，今天我们所参观的这拉卜楞寺当然就是整个6个教派当中也是整个格鲁派当中就是最著名的6个寺院。那这是供放这尊画像，那就是前面我们讲过就是我们现在拉卜楞寺创始人第6世迦明大师这位大师呢今年就是共77岁。然后这边玻璃瓶里面供放的至尊的话，就是前面我们讲的3大艺术之一的酥油花，全都是学员自己手工制作。因为他做这个酥油佛像过程就是稍微艰苦一点，因为这些酥油就是特别能融化我们每个人的手上的甜油很重所以就是说做之前先把每个3的手放在冰水里面15到20分钟左右，甜油要降下来，完了就开始做的。先做好佛像和花，颜色是我们后期加上去的普通颜色，因为它这是1年换一次1年换一次。这边的话就是每年的正月13是晒佛节，正月14是法舞会，正月15呢就是我们这个酥油花节，每年都是有展示的。这边的话就是今年的作品25年的作品，因为去年24年的就是已经换了已经换了。全都是学员们自己手工，纯酥油没有什么添加剂纯手工做的。那像这边就是左边格子里面供放就是前面我们讲的5种文殊菩萨之一的白文殊菩萨，因为我们主供呢是黄文殊菩萨，格子里面的是白文殊菩萨，因为2个文殊造型也好，手势也好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前面我们讲过，它整个藏区这边的话就分5种文殊菩萨5种文殊菩萨，主供是主供是黄文殊菩萨，格子里面的是白文殊就这2个。那里面2次墙壁上挂的这些唐卡也是一样，都是我们这民国时期1928年挂上去的。现在的话，整个也有90多年历史左右。只不过我们外面供放的这5份唐卡呢，就是我们现代唐卡当然我们一看颜色就知道，像这些唐卡的颜料很鲜艳的很就是自己鲜艳的很。当然，只不过这些唐卡的材料有些是绣的，有些是画的，也有那些天然的抗颜料绘画的都有都有。那这边就是右边。这边就是右边格子里面供放，因为它藏区那儿供放的一些弥勒佛呢是大肚子那种，但藏区里面供放的这些弥勒佛的就整个佛像的造型上面就是偏瘦一点。只不过它整个藏区这边供的这些弥勒佛的，就是佛像的座子上面就是有很多的，有这个半灯半座、加趺座。那这儿供放这座弥勒佛的座子呢，就是个半灯半座，因为前面我跟你讲过，它呢是未来佛，现在佛呢就是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那所以就是说它要继承这个释迦牟尼佛位所以它是半灯半座的。
因为我们佛教记载就是弥勒佛降生人间的话，现在还有50亿7000年之后就是降生在我们人间。但对于佛教来说的话，这是个短暂的时间；但是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时间是很长的一个时间了啊。还有一点就是它整个地区供放这些弥勒佛造型上面就是不一样而已，寓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我们藏语一般称枪巴佛之类的，就是我们讲的就这个未来佛，这不就是造型上面就是不一样，寓意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这边供放的主供佛文殊菩萨也是一样，跟汉区那边供放的一些文殊菩萨就是不同的地方的话是，由于他汉区那儿供放的一些文殊菩萨的妻子是狮子座，藏区这边供放的是莲花宝座。当然说法道场的话就是一样，山西五台山的就是我们这文殊菩萨的说法道场啊。说法道场都是一样的，然后下来就是，前面我跟你们讲的就是现在他这拉卜楞寺学院和佛殿啊，因为前面我跟你们讲过，就是现在他这拉卜楞寺呢，就是共有6个学院啊，48座佛殿。因为它这个学院的话也是一样，整个6个学院的话学的基本上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它这拉卜楞寺6个学院呢，就是目前有个上须部学院、下须部学院、文思学院、医药学院、赤东学院和西金刚学院。然后这边6个学院的话，就是它上下须部学院这2个学院学的是密宗修行的，赤东和西金刚这2个学院学的就是我们这个。天文历算的啊，就是天文历算，就是平时我们讲的就是有这个音法、算法、书法这3个为主。医药学院最主要学的就是我们这个藏医藏药，当然平时医药学院学生做的最著名的有3种药，第一个是结斑丸治胃的，第2个呢是9味沉香散，第3个呢就是这个9味牛黄散。因为它前面这5个学院的话，每个学院呢就是学生比较少一点啊，因为每个学院呢就是共有150到170左右些学生之类的。但是它每个学院呢，就是分3个班级为主。我们讲的是有初级、中级、高级3个班级，学下来的话，最短要15年左右啊，主要就是靠自己能力往上走的。然后下来最后一学呢，就是我们这文思学院，文思学院学的是哲学。下来就是我们这5部大论，至少哲学呢，就是平时我们讲的是像那些辩论啊、辩经为主，一个是盘腿坐着，一个是就站着拍手讨论之类的。但5部大论的话，平时我们汉传佛教那边也是讲的，但是因为它2个佛教的这些经书的名字一样，但内容的话就是稍微有区别的。现在它这个文思学院也是一样，学完5部大论的话，最短要10几年左右，主要就是靠自己能力往上走的。但是它文思学院的话，目前是学生是最多的学院啊，因为分了13个班级。每个班级的话，学历基本上都是不一样，因为它13个班级的话也一样，每年都要往上考啊，跟你们那边的一样，要么上，要么掉，每年都会留级的。因为13个班级当中的话，分3个学位，就是我们讲的是这个，用我们藏族人来讲的话，就是有3个学位的话，就是平时我们讲的是有多伦巴学位、拉姆坚巴学位、嘎兰巴学位。但对于你们话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是本科、硕士和博士这3个为主。当然，一般最高的就是这个多伦巴学位。因为到了这个多伦巴学位的话，全都是一些40、50岁像高僧人之类的，每年只录取1名僧人，7月份啊，7月份。但是现在他这拉卜楞寺的话也是一样，多伦巴学院的话，目前就是拉卜楞寺共有300多个僧人啊，300多个僧人。当然，他这边也是一样，你刚开始出家的话也是一样啊，你先要去算之后有缘可以进，没缘没办法。进来后差不多2年后，学院是你自己要选，只能选一个课本。先要考学院，考上学院，初级、中级、高级、本科、硕士、博士，就是一层层往上走啊。等级就是每年我就是往上走的。到这边的话也是一样，因为他上的最高学位，还要每年还要去北京的雍和宫啊，北京的雍和宫那边还要考啊。但基本上每个学院呢都要，每个学院呢大概有10几个人，这个每年都要过去的啊，每年都要过去。学院就是大概，但佛殿我们讲的是一般佛殿的话，就是我们来这祈佛朝拜的地方，因为我们藏族人的话，就朝拜姿势有很多的，我们基本上看到的像那些转佛殿的、长磕头的。就是添加酥油的啊，就是基本上我们每个门口看的像那个就是那个烧那叫煨桑炉，里面烧的是松枝、青稞枣、青稞面粉啊之类的。但一般我们汉传佛教那边的话，就基本上我们进寺院呢，就是有那个香啊，那个香为主。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是那个煨桑炉啊，那叫煨桑炉，那个松枝为主啊。大概这边呢就香是很少见的啊，香是很少见的。这边就是佛殿，当然现在。佛殿的话就是共有48座佛殿，再加900多个僧舍，再加110个囊谦。囊谦呢，就是我们讲的是活佛们居住的房子，因为它这拉卜楞寺目前活佛有110个活佛啊，寺院自己的活佛比较多的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文书啊，可以简单看看。反正基本上它藏区这儿建造这些佛殿的话，就是它整个佛殿的材料的话，就是平时我们讲的用这个石、木、土啊这3个为主。基本上下面
就是石头，上面就是土，里面基本上都是一些木桶啊，石木土这3个为主啊，大概就这个样子。这边的话就是文书啊，求智慧的，可以简单可以办一办啊，求智慧的啊，可以简单看看，看好了咱们就下一个店啊，苏永花号博物馆，我们这里文书。以上是拉卜楞寺佛殿记录的第一部分，在接下来的2集中，你将能看到更多的内部细节和喇嘛的完整讲解。这些内容因为拍摄条件的限制，只对会员开放。如果你愿意支付这类实拍的内容，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谢谢。